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 SolidWorks 可动弹簧边。那这边呢，教大家的是绘制一个弹簧，但是它是可以移动的。那这里呢，一般弹簧我们大多在做的时候呢，都是会用螺旋线，以及配合扫出把它做出来。那一般这样的弹簧呢，它是不可动的，是一个刚性的。那这里呢，我就教大家说怎么样绘制一个可以动的弹簧。好，那这里如果你还不太会使用螺旋线的呢，你可以到参数螺纹篇那里，在教导螺纹的时候呢，有大概的告诉各位那怎么去把螺纹线给绘制出来。那当然这边是可动弹簧篇可能不会用到那个指令，但是我们在学可动弹簧篇之前呢，一定要先学会怎么去建立一个刚性的弹簧。好，那这边怎么做呢？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是可动的弹簧，要怎么做呢？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咯。好，那在做可动弹簧边之前呢，我们需要做的是前置作业。我们需要给它两个平面呢，是要给它限制的。那这边呢，我就快速的做一下大家就做参考。好，那画完一个零件之后呢，我就进入主螺件呢，来做一个限制。那这边呢，我会让一个零件是固定的，另外一个零件呢是可以移动的。用这种方式呢，来先把我们的前置作业给它做出来。那这边呢，我就继续做下去了。那我就先做到这里。那我让大家看一下我这里呢是有两个零件是相同的。那这里呢要限制一个距离这边等一下就是我们可动弹簧要移动的范围。好，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制作可动弹簧的零件。那这里呢，我们要运用到的是组合件的指令，来把它做出来。那要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组合件的上方列这里有一个插入零组件，这里的三角形我们把它打开来，选择一个新零件。那点选完之后呢，我们需要选一个平面，草图平面。那它就会直接进入一个编辑零组件呢，这个环境。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是在组合件当中来编辑零件的。那我们就先做一个路径。我们等一下呢会用扫出来做出来。那这边呢，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先画出一条路径。那这条路径呢，我会距离上面的这个平面呢，线径呢是8我先把它设定这样子。好，这里呢等一下做出来的可动弹簧呢，我会刚好在这个位置给它停止。好，那我就先做到这里。那记得呢，我们还要再做一个轮廓。那扫出呢，需要是分开的两个草图。你不能把它画在一起，画在一起我们没办法做。那我们就继续把这里点开来呢，选择一样前式，继续把它画出来。那这边呢，我给它的线径外径是8。那这里呢，你也可以给别的尺寸看你有什么样的需求。那这边刚刚这边设定的距离呢，就依照这个线径来做搭配。那这底部的地方我让它做镶切，然后我让它一个距离我先假设是20。那这边呢，就看大家的需求去做设定。那我就示范给大家看就好。好的，那做好两个草图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特征的扫出。扫出我们先选择轮廓，再选择路径。那接下来呢，我们从扫出的这个指令的旁边这里有一个选项，选项打开来之后呢，底部有一个轮廓旋转，轮廓扭转。这边呢，我们给它选择指定扭转值。那这里呢，控制呢，你可以旋转说，你要几度、进度或是圈数。那我假设这边我用圈数，好，假设我给它5圈。好，那基本上它会预览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弹簧呢做出来会不会有干涉的地方。如果有干涉呢，你这边再来做调整。好，那做完之后直接按打勾。那基本上呢，这样已经完成了。那这里呢，我们要结束一个零组件的编辑。好，这样子呢，我先把它存档起来。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可动弹簧了。这样子可能大家还看不出来，我让它拉动一下。
好，那你可能觉得说，那还是没有移动啊，我们这里呢需要去做重新整理。我们看到重新整理完之后呢，它这个可动弹簧呢就会依照我们所限制的呢去做移动。好，那这边是因为我有设定快捷键哦，我就直接的让大家看出来。好，那这边呢就是其实蛮容易就可以把它做出来。那这边呢还可以运用在动画的模拟，那要怎么做呢？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可动弹簧的动画模拟。那这边呢，如果你还没有学过动画的入门篇的话，你可以到影片的底下去参考一下。好，我会建议你先学会呢，再进入这个动画模拟，好，会比较合适一点。那这里呢，我就会直接进入一个怎么样去设定它。那首先呢，我先假设我给它一个3秒，好，那我直接是先测试是用拖曳的。那这里呢，我就往上移动，然后让它重新计算。其实这里呢，就很轻松的可以把可动弹簧的动画模拟呢给它做出来，让它计算一下。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它的结果。那计算完之后呢，我们直接按播放，我们就看出说这个可动弹簧呢，就这样子被我们拉动出来了。好，它就是这样子被拉开来。好，那就很轻松的可以把它做出来。那这边呢，我再来示范另一个做法。那这里呢，我是使用动力的方式来把它做出来。好，我就用动力。那我选择这个面，移动的面，是直线的。那我给它一个震荡距离，假设是20。好，那1赫兹。好，假设是这样子，那就给它计算一下。好的，那计算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播放的结果会是什么。好，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好，做震荡的移动，上下上下这样子。好，那这里呢是很轻松的，可以把我们的可动弹簧的动画给模拟出来。那这边呢可以运用的地方就非常的广，那这边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最后呢，我来总结一下可动弹簧边。那它最主要呢是运用到组合键的指令。那它呢是一个外部参考的尺寸。好，那外部参考是什么意思呢？那一般呢我们在做零件的时候呢，它是在一个零件的环境里面做完之后才进入组合键，所以它不会有外部参考这方面的问题。那这一次的可动弹簧边呢，它所运用的就是有点相反过来，我们是从组合键去建立零件，所以呢它的尺寸呢是联动着组合键里面的零件等等的一个外部的参考。那这个意味着是什么呢？它是有优缺点的。优点就是说我们在建立零件的时候可以很快速、很直接的把它做出来。那它的缺点就是零件呢，它会比较不稳定一点。有可能说我们外部的零件消失之后呢，它就会产生错误，或是连接的时候没有连接好，或是组合条件呢跑掉之后呢，它也会跟着有变动的所以这边呢，它的零件相对是比较会不稳定一点。那这里呢，我进入它的零件的环境，让大家看一下。那这里你可能说一开始把它做完之后，你可能已经不想让大家可以做那个联动了，那要怎么做呢？这里是有2个做法。那我们从零件这里呢，按下右键，这里有一个显示外部参考，点开来之后呢，有2个可以选择，一个是全部断开，一个是全部锁住。那全部断开的意思就是断开之后呢，它就会完全跟组合键不相干了。那就是这个一般是在做3D 列印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指令。有时候在做外部参考呢，因为做完之后发现没有问题了，就会把它全部给它断开来，或是说有时候会用全部锁住。那全部锁住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先让它锁住，那如果你需要用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把它解除开来。这个是让大家去参考一下。那这里呢，今天的可动弹簧边呢，就到这边为止了。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